当前的电动汽车发展浪潮，其根基似乎存在一个核心的可能致命的缺陷，这个缺陷就是那令人不安的40分钟。以及随之而来的续航焦虑，一个不断减少的数字，如同悬在头顶的倒计时。我们曾被告知，这是技术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只需耐心等待即可。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就在全球目光聚焦于特斯拉及其庞大而缓慢的充电网络建设时，一家公司却始终保持低调。这个一度被认为落后的竞争者突然投下了一枚震撼弹。丰田的 CEO 公开亮相，其发布的技术瞬间让市场上所有现有的电动汽车显得过时。他们声称其电动汽车续航里程可达1200公里，充电时间仅需10分钟，这难以置信吗？特斯拉的统治时代即将结束，燃油发动机的末日真的要来了。我们将深入探讨这背后的完整故事、秘密战略，以及这场关乎未来出行方式的生死较量。欢迎来到未来科技频道。如果您不想错过这场变革，请点赞并立即订阅我们的频道。那么，所谓的固态电池革命究竟是什么？电动汽车已成为热门话题，但始终被一个核心问题所困扰：电池本身，它的续航能力如何？充电需要多久？耐用性怎样？电池既是车辆的动力核心，也是其智能中枢。在过去的30年甚至40年里，全球都依赖于一种技术——锂离子电池。它存在于你的手机、笔记本电脑以及几乎所有行驶在道路上的电动汽车中。其核心在于液态电解质，这种液体介质使得离子能够在其中自由移动。充电时，离子流向电池的一端；放电行驶时，则流向另一端。虽然这项技术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但也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液态电解质容易发热，充电速度相对较慢，且电池的使用寿命也难以令人完全满意。现在固态电池技术应运而生，其名称已经揭示了它的本质固态结构。它摒弃了易燃且流动的液态电解质，转而采用固态电解质。想象一下，一片纤薄的陶瓷或晶体薄片，其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固有的稳定性。电池泄漏、起火或过热的风险几乎被彻底消除。相比之下，液态电池存在爆炸的可能性，而固态电池则更加安全可靠。但这仅仅是安全性方面的提升，其性能表现同样令人瞩目。固态电池拥有更高的能量密度，简单来说，在相同的体积内，它可以存储和输出比以往更多的能量。假设目前的电动汽车续航里程为400或500公里，采用固态电池技术后，同一款车型的续航里程可以立即提升至800甚至1200公里。此刻你就能理解为什么丰田将其视为未来的关键。那么其核心奥秘是什么呢？传统的液态电解质系统存在2个主要缺陷：离子移动速度慢且不够稳定，离子必须溶解在化学溶液中，然后缓慢地迁移；而在固态电解质中，离子仿佛在一条超级高速公路上飞驰，因此充电时间得以大幅缩短。过去需要1到2小时的充电过程可以被抛诸脑后，丰田声称只需10到15分钟即可将电池充满。你可能会疑惑，丰田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这难道是某种魔法吗？如果您认为这项技术具有重大意义，请点赞未来科技频道，因为这原本是一项秘密计划。丰田自2010年以来一直在默默研发这项技术，他们始终坚信电动汽车的未来取决于电池技术的进步。丰田向来是一家着眼长远的企业，还记得当年普锐斯的出现给全球带来的震撼吗？如今他们正准备开辟一个全新的竞争领域，这项技术诞生于秘密实验室，由顶尖工程师团队历经多年的研发。丰田对此一直守口如瓶，原因何在？因为在革命完成之前绝不轻易示人，在产品臻于完美之前不应该大肆宣传，公众的期望会非常高，任何延迟或失败都将招致严厉的批评，所以他们选择了沉默。必须认识到，制造固态电池不仅仅是技术上的难题，更代表着一场彻底的模式转变。这并非简单的零部件升级，而是对整个汽车架构的重新设计。它需要全新的材料、全新的制造工艺以及全新的安全标准。丰田已经向该项目投入了数十亿美元，而媒体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其战略简单而坚定，先完善技术，再向世界宣告。为什么选择现在？为什么要打破沉默？因为他们已经拥有充分的信心，这项技术终于从实验室走向了原型车阶段。那些早期的难题，快速衰减、高昂成本，正在被逐步克服。如今，他们终于抵达了梦想即将实现的时刻。这项技术已经准备好投入生产。坦白地说，还有一个更为紧迫的原因——竞争。当前的电动汽车市场已经成为一片红海，特斯拉、比亚迪、现代等行业巨头正向电池技术投入巨额资金。如果丰田继续保持沉默，就等于放弃了竞争。此次公告正是丰田向外界宣告，他们不仅参与竞争，更将发起一场战略上的大胆反击。还需要了解丰田的一贯作风。
他们非常重视品牌信誉，从不轻易做出无法兑现的承诺。如果他们宣称续航里程达到1200公里，充电时间仅需10分钟，那么这项技术必然经过了反复的测试和验证，这正是他们的战略，也是他们自信的来源。而且他们并非孤军奋战。有报道显示，这项研究得到了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日本渴望重振其汽车工业的雄风，而丰田正是这项使命的先锋。因此，丰田公布了其计划，他们预计在2027年至2028年间推出首款搭载固态电池的电动汽车。当这款汽车最终上市时，全球所有的汽车制造商都将面临巨大的压力。不，这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精心策划的结果。多年的秘密测试、数十亿美元的投入以及低调的研发，都是为了此刻的到来。丰田深谙战略之道，他们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时机。他们静观市场上的各种猜测和不确定性，当人们开始对电动汽车的未来产生疑问时，就在不确定性达到顶峰的那一刻，他们果断出手。这一宣布震惊了所有人，如今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丰田身上。唯一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他们能在多短的时间内实现大规模量产。必须明白，1200公里的续航里程绝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游戏，它是一件强大的心理武器，它彻底消除了续航焦虑。目前市场上的电动汽车，即使是那些续航能力较好的车型，也只有300到500公里的续航里程，即使是最昂贵的高端车型，续航里程也勉强能达到700公里。这正是许多人犹豫不决的最大原因，他们始终无法确定电动汽车是否能够可靠地完成长途旅行。现在想象一下，一次充电就能行驶1200公里，整个局面将会彻底改变。你不再需要到处寻找充电桩，也不需要围绕充电插头来规划你的生活，一次充电就能满足你数天的出行需求。这正是人们期待已久的突破，那种在偏远地区电池耗尽的恐惧将不复存在。无论是公路旅行还是城市通勤，电动汽车都将立即成为路上最实用的交通工具。更要从长远来看，超长续航不仅对个人有利，更将重塑整个交通生态系统。当车辆每行驶400公里就需要充电时，几乎每个街角都需要设置充电站，这简直是一个后勤噩梦。但是当续航里程突破1200公里时，电网的压力将大大减轻，充电站的需求将显著减少，构建全国性的充电网络突然变得简单可行。这1200公里的承诺，正是最终将电动汽车推向主流的关键因素。城市代步车的标签将被彻底摘掉。如果说超长续航是一项革命性的突破，那么10分钟的充电速度才是真正的游戏规则改变者。续航里程曾经是首要难题，而充电时长始终是也一直是第2大难题，你一定深有体会。即使是快速充电，也意味着你需要等待30甚至45分钟，普通的充电则需要数小时之久。正是这个缺点让人们觉得电动汽车终究不够实用，而给燃油车加油只需要5分钟。但是丰田声称10分钟即可完成电动汽车的满电充电。想象一下，停车买一杯咖啡，然后就能继续行驶上千公里。这不仅是进步，更是电动汽车在便利性方面终于赶上甚至超越燃油车的漫长等待的终结。最后一个不更换电动汽车的绝佳借口即将消失殆尽。这项变革可能会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全面电动化。如果您已经准备好迎接未来，请为未来科技点赞支持。这种充电速度不仅对你个人有利，更关乎整个充电网络。回想一下上次看到充电站的情景，你看到了排起的长队，目睹了漫长的等待。当一辆汽车充电需要50分钟时，就会形成瓶颈，整个系统随之停滞。但是10分钟呢？那不是等待，而是快速补给。道理很简单，单个充电站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处理更多的车辆，整个基础设施的效率将呈指数级提升。对于充电站稀缺的国家来说，这正是关键所在。如果每辆车只需要10分钟即可完成充电，那么就不需要在每个街角都设置充电站。这正是突破最终障碍，实现全球普及的关键。但是此次公告更是对行业领导者的直接挑战。在过去的几年里，电动汽车市场一直由2大品牌主导，特斯拉和比亚迪。特斯拉提供的是豪华体验、未来主义形象和时尚感，而比亚迪则提供的是价格亲民的大众市场车型。他们曾经是行业的巨头，占据着市场的顶峰。而丰田刚刚宣布的技术正向这两者发起挑战。首先，我们来谈谈特斯拉。埃隆·马斯克的商业帝国建立在卓越的锂离子电池技术之上。人们购买 Models 或 Model 3是因为相信其续航能力是市场上最好的，但是这项技术本质上仍然是传统的解决方案，属于相对老旧的技术。他们仅仅在进行微小的渐进式的改进，而丰田则威胁要彻底实现飞跃式的发展。如果丰田以1200公里的续航里程和10分钟的充电速度进入市场，特斯拉当前的领先优势将迅速减弱。
说，其产品将沦为技术相对落后的载体。再来看比亚迪，其战略与特斯拉截然不同，他们不追求革命性的突破，而是专注于规模效应。他们致力于让电动汽车走进千家万户。其著名的刀片电池以安全可靠著称，更重要的是价格相对较低。他们全力聚焦于性价比和量产能力，但这恰恰可能成为他们的最大弱点。假如丰田的固态电池技术果真如此卓越，消费者很可能会愿意为此买单。相比之下，比亚迪目前的续航表现将显得逊色。为什么还要选择价格较低的方案呢？只需多花一点钱就能获得一款解决了所有核心痛点的车型，这是否意味着特斯拉和比亚迪的末日即将来临？答案非常复杂。是的，因为在科技领域真正带来颠覆性创新的企业，往往会将其他竞争者远远甩在身后。如果丰田能够成功实现大规模量产，特斯拉和比亚迪将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是不，你绝不能认为这两大巨头会坐以待毙，他们各自也在秘密实验室中竞相完善固态电池技术。唯一的区别在于，丰田率先亮出了自己的底牌，这是一场风险极高的博弈。如果想见证最终的胜负，请务必订阅未来科技频道。你必须站在埃隆·马斯克的角度思考，他最担心的不仅仅是销量，更是特斯拉的品牌形象。特斯拉的全部价值都建立在其作为创新领导者的地位之上。人们购买特斯拉，正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买到了最尖端的技术，站在了未来的最前沿。但是如果丰田率先将固态电池推向市场，整个特斯拉的品牌形象将瞬间崩塌。届时特斯拉将不再是领跑者，而是追随者。这不仅仅是面子问题。特斯拉的很大一部分销量来自中国和欧洲等竞争激烈的市场，比亚迪已经在这些市场与特斯拉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现在想象一下，丰田在这些市场投放搭载固态电池的车型，这无疑是一枚重磅炸弹。突然之间，特斯拉在这些市场保住市场份额的战斗将变得异常艰难，而比亚迪面临的则是截然不同的威胁。他们的优势不在于创新，而在于规模，他们是无可争议的生产之王。但是这种策略只有在消费者主要基于价格进行选择时才有效。如果选择标准突然转向尖端技术，单纯的提高产量将远远不够，他们必须打造出正确的产品。比亚迪将被迫追赶固态电池技术，否则将眼睁睁地看着丰田给其爆炸式的增长踩下永久性的刹车。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丰田的这一举动犹如一场地震，对于特斯拉和比亚迪而言，这都是一个震耳欲聋的警钟。此次声明证明，电动汽车的竞争格局已经发生了改变，不再是单纯的产量之争，也不再仅仅是销量之战，而是赤裸裸的技术较量。在这场新的竞争中，率先登顶且实力最强的企业才能最终胜出，这才是真正的未来之战。如果想占据前排席位，请立即订阅未来科技。如果想占据前排席位，请务必在此订阅未来科技。但是听起来再美好的事情，也可能暗藏玄机。巨大的玄机，制造一块续航200公里的电池是一回事，大规模生产数百万块这样的电池才是真正的挑战。你必须明白，这不仅仅是困难，而是所有汽车制造商和电池企业多年来始终未能完全攻克的难题。首要的障碍在于制造工艺本身，你需要用先进的固态电解质、完美成型的陶瓷或聚合物材料来替代简单的液态电解质，其制造过程极其复杂。这些固态层必须薄如蝉翼，且具备极致的精度，任何微小的失误，任何显微缺陷都可能导致整个电池单元报废。这正是该技术长期以来一直停留在实验室阶段的原因，也是你目前只在原型机中见过它的缘故。如果你对见证这项尖端技术的发展充满兴趣，请为未来科技点赞。再来看材料问题，你以为锂和钴的供应链已经面临巨大的压力了吗？固态电池需要更先进的新材料，而这些材料在全球范围内的储量更为稀少，这直接导致了最大的障碍——成本。你应该知道，电动汽车售价的30%到40%仅仅是电池的成本，而这项复杂的新型固态技术，其初始成本很可能是一个天文数字。如果今天就推出搭载这种电池的汽车，你可能根本买不起。唯一可行的方案是实现大规模量产，最终将成本降下来。最后是供应链问题，仅仅建造工厂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构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从矿山到材料加工厂，再到电池工厂，直至汽车制造商，形成一个全新的产业链网络。每个环节都需要数10亿美元的投资。请记住，我们花费了20多年的时间才稳定了锂离子电池的供应链体系。要实现这一目标，丰田必须从零开始构建一个全新的固态电池供应链体系。
这是一场需要巨额投资和漫长周期的重大赌注。因此，真正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何时才能真正购买到搭载这种电池的汽车？你听到的报道可能会说是2027年、2028年，甚至2030年，但关键在于初期你不会在日常通勤车中看到它。这属于高端战略布局，首批产品将专注于豪华高端车型。原因很简单，惊人的研发成本，汽车制造商需要收回数十亿美元的投资。但这一幕你早已见过，还记得锂离子电池的发展历程吗？还记得早期的电动汽车只是昂贵的玩具，续航里程几乎为零吗？看看他们现在的样子，发展轨迹是完全相同的。最初是富人的专属配置，但随着工厂规模的扩大和技术的进步，电动汽车正逐渐走向普及。还记得锂离子电池吗？还记得早期的电动汽车只是昂贵的玩具，续航里程几乎为零吗？看看他们现在的样子，这完全是相同的道路。它最初是富人的专属配置，但随着工厂规模扩大，技术日益成熟，成本终将下降。首先是高端市场，接着是终端市场，最终实现人人都能负担得起的电动汽车，切勿低估其难度。制造工艺复杂，原材料稀缺，供应链尚处于雏形阶段。但是当看到丰田、三星、Hyundai 等行业巨头纷纷投入数十亿美元时，你便明白这已经不是是否的问题，而是何时的问题了。竞赛已经开始。如果喜欢这篇深度解析，请点击为未来科技点赞。但这远不只是一款新型电池那么简单，这并非仅仅是创新，更像是一种战略武器。这项公告即将撼动全球力量的版图，世界能源政治格局即将被改写。要知道，当前的电动汽车市场正处于三国争霸的局面，中国、美国和欧洲。先看中国，他们是无可争议的生产霸主，比亚迪等企业年销量数百万辆汽车，这背后都有政府的大力支持。但其致命的弱点在于，整个产业帝国都建立在锂离子电池的基础之上。如果丰田的固态电池技术率先上市，中国主导的产业可能瞬间变得相对落后，他们将被迫全面重构其技术体系。再看美国，坦白地说，他们的战略核心是特斯拉，他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如果丰田抢先一步呢？倘若丰田的技术明显更胜一筹，美国的汽车巨头们将陷入被动，不得不奋起直追。欧洲又将如何应对？大众、奔驰、宝马都在向电动汽车领域投入巨额资金，他们早已加入了这场竞争。但是固态电池技术带来了全新的巨大的压力。要知道，欧洲的消费者将要求1200公里的续航里程，将要求10分钟的快速充电，他们将被迫适应这场变革，否则将被时代淘汰。这片全新的全球战场正在此处全面展开，请务必订阅未来科技频道。再看政治层面，当前世界依赖于被称为白色黄金的锂元素来运转，而这种资源仅仅掌握在少数几个国家手中。但是如果新型电池改变了其配方呢？如果它减少了锂的用量，或者采用了新的材料呢？全球的权力格局将彻底重塑，影响远不止于此。想想石油产业，石油巨头的整个商业模式都建立在5分钟加油的模式上，但是当你只需要10分钟就能行驶1200公里时，他们的命运将会如何？汽油的消耗量可能会急剧下滑，这绝非危言耸听。正因为如此，你已经能够看到石油巨头们争先恐后地向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投入数十亿美元。他们试图掌控充电插头，因为他们深知加油泵的末日已经临近。那么你会在哪里率先见到这种神奇的电池呢？别指望它会出现在经济型城市小车上，这项技术的成本非常高昂，极其昂贵。丰田必须将其搭载在高利润的旗舰车型上。想想雷克萨斯，想想那些最豪华的 SUV，他们正是通过这些高端产品来收回数十亿美元的研发成本。但是丰田有其一贯的行事风格，他们擅长打持久战。还记得混合动力技术吗？它始于普锐斯，当时只是一个新鲜事物，如今这项技术已经无处不在。固态电池将遵循完全相同的发展路径，从高端车型起步，最终走向大众市场。试想2030年之后的世界，此刻你心中所有的疑问，它们是否可靠？真的能够达到宣传的续航里程吗？这些疑虑都将烟消云散，电动汽车不仅是一个选项，更将成为主流的选择。加油站最终将成为历史的遗迹。要知道，这项技术正在彻底颠覆当前的格局。你心知肚明，电动汽车目前还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它固然很酷，但充电、续航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麻烦都得忍受。然而，此后的认知将彻底逆转，电动汽车将成为实用且便捷的选择，而那些老旧的燃油车不过是过去的故事。
如果你期待这样的未来，请务必订阅未来科技。那么这一切对你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这项技术是你可能获得的最珍贵的礼物，那种令人胃部不适的感觉，那种挥之不去的续航焦虑都将彻底终结，消失得无影无踪。对车辆抛锚的恐惧将被彻底抹除。我们谈论的绝非仅仅是微不足道的续航提升，而是单次充电即可畅行数日。这关乎可靠性，你将不再需要围绕充电桩来规划你的生活。10分钟充入1000多公里的续航里程将变得像给燃油车加油一样轻松自然，这份信心将彻底改变所有人的出行方式。这正是我们期待已久的未来。第3大杀手锏在于电池的寿命，这不仅关乎续航里程的提升，更在于电池的持久耐用性。固态电池的固态结构天生就更耐用，衰减更少。第8年就面临数千美元电池更换费用的致命恐惧正在逐渐消退。你早已知道电动汽车在维护方面具有优势，无需更换机油，没有复杂的引擎，更不必面对众多的活动部件。这正是拼图的最后一块，减少维修麻烦，减轻经济负担，从长远来看将节省可观的费用。但是此刻我们必须直面核心问题，这一切是否真实？亦或又是一纸华丽的昂贵的企业承诺？你早已听惯了各种宣传噱头。要知道，历史上充斥着那些悄然消逝的颠覆者，他们花费了多年的时间才进入大众市场。如果真的能够进入的话，固态电池是一个革命性的构想，但是将其真正装进你的下一辆车，则是完全不同的挑战。不过，如果丰田等企业能够成功实现这一突破，改变的将不仅仅是汽车产业，而是整个世界。想象一下，只需10分钟充电即可行驶1000多公里，一个不再需要汽油、柴油的世界，这才是真正的绿色革命。更清新的空气，更少的污染，我们将彻底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因此，我们必须将这个问题抛给您：这是否是一项突破性的进展？固态电池是否终将成为实现每家每户都拥有电动汽车的真正关键？亦或这只是又一个注定要花费10年研发周期的空头承诺？我们想听听您的见解，请前往评论区参与讨论。这项技术能否真正改变世界？如果想第一时间掌握这场革命真正开始的时刻，请务必点赞本视频并订阅未来科技频道，获取所有重大更新。